开如花落，见本来。如日升，如日落，只生死。若不爱，就别活，就别见。说了太多誓言，求了太多永远。现在，亦或是真正在我面前，再见一个人会，不就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？脱下你的自尊，就能伤透我的眼。这世间有多美，我眼才不见，只流你的泪。实在被撕裂的云也看不见，你在暧昧，不同的眼只能算孤魂野鬼。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，这天前传说前，连年的都别解。千年前，武帝神器守护夏大陆，后龙族首领祖龙协助人类建立了云锤帝国。帝国东临淡海，这片海域由西族和玄水教共同守御，平静千年。如今，海面下波涛汹涌，危机又起。等待了千年，黑暗即将降临在这个卑劣的世界。这么多厉害的怪物都被我打败了，下一个就是你了，蛋蛋，你说对不对？蛋蛋，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。过2天咱们得靠个岸，抓点淡水快。蛋蛋，蛋蛋，你好，我是小洛，怒灵的驱魔师。蛋蛋，你是它的主人？你的海螺好厉害，还会唱歌啊！是我在海边捡到的。姐姐说，它的歌中有淡淡的忧伤。同光，不是和你说过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？姐姐，你是同光的姐姐啊？你好，我是，
通光，通光，不要使用法术。不太妙啊！一股很强大的魔气正在靠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又看到了，通光，姐姐，不要怕。静默之杖。哇，这个女人好厉害啊！小子，保护好通光。这么多怪物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对了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通光，蛋蛋，你们先躲起来。就让本驱魔师来好好的教训你们。姐姐，通光，不要乱跑。小美人儿，让我来陪你玩玩。又看到怪物了，真是不幸福！别看他。
我来了，别怕。童光，跟我走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域大讲堂，我是你们的讲师，追求爱与正义的小洛。这位是我的助手蛋蛋，来，蛋蛋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请问，这个是鸡蛋、鸭蛋还是龙蛋呀？这位同学问得好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大家请听我解释啊，那是一场发生在海边的激烈恶斗。当时海妖正在追捕蛋蛋，我身为驱魔师，当然路见不平，拔枪相助，结果就被这家伙缠上了。谁知道他身上还有什么海神之力？那蛋蛋拥有海神之力，他难道不是海神吗？这个问题一看就是刚来的新同学，正好，今天我本来就想跟大家讲讲和神有关的故事。神力在天域的世界里是神圣而又常见的存在，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神，我们的力量也多少和神有关系。比如玄水教祭司同名。哇，好厉害！这招威力强大的木水天葬就是继承自黑帝的控水神力。至于本驱魔师，这火气可是与当年赤帝遗留下来的神力息息相关的。黑帝和赤帝是天域世界非常重要的两位神，请大家做好笔记。要知道，咱们现在的世界与五帝密不可分。五帝呢，除了这两位，还有，嘿嘿，以后再告诉你们。走了。哎，喂，大家先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下期天域大讲堂，小洛还请到了神秘做客嘉宾哦，咱们下期见。不会不认识红莲蛋吧？别让他发枪！我瞄准，别人家跑了！让你们尝尝我的红莲焰火！好看吗？好看，但是打斗会好疼的。你还不快啊！小白等我！
年之后，定让你们血染碧海！上！兄弟们，撤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。大祭司，瞳光他不见了。刚才妖怪抓走了吗？这个人是谁啊？穿得好奇怪啊！童明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瞳光被人掳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到瞳光。这里有瞳光失踪的线索。不错，遥望整个西屿湾，能为我们解惑之人，恐怕非他莫属。我牛，
父亲，啊，搞半天你说的人是你父亲啊？不得无礼，这是西族族长。什么？族长？那你不就是世子？哦呦！玄水祭司到访，所谓何事？今日海妖作乱，我妹妹同光在混乱中无故消失了。千年之前，玄水教与我族便再无瓜葛。贵教的人失踪，何故求助于我西族？父亲，当时同光手中持有我族的罗箫。哦，这歌声之中，竟然饱含着千年前的怨气。这应该是海底沉船封印中的罗箫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现世？是否千年前的封印已经松动？同光失踪一事，恐怕也难逃干系。请族长允许我们前往沉船一探究竟。为了你的妹妹，居然想要进入我族圣地，你果然和当年的祭司营一样自私。沉船之地受我族保护，仙人灵魂不能被惊扰。父亲，近日海妖连番肆虐，如果沉船封印是一切灾难的根源，我们不解决问题，有朝一日神魔真的会冲破封印，该当如何？住口！你忘记潮氏一族的牺牲了吗？潮氏一族，董克，你说不让进就不让进啊！切！本区魔师自有妙计。大家好，结束了紧张又刺激的正片剧情，下面让我们进入轻松的天域大讲堂。我是你们的讲师小洛，以及还记得刚刚在鲸鱼上的那位帅哥吗？本期大讲堂我们就特别邀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族，让我们欢迎西族世子西风。大家好，我是西风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西风世子，你的坐骑看上去真是与众不同啊！这可不是坐骑，玄经乃是我西族圣兽，切不可冒犯。圣兽？玄经诞生自红大陆的深海之中，寿命长久，可控雷电，既能遨游于水中，又可翱翔于天际。玄经温和友善，与西族结契，在危难时刻可受召唤救助西族，与我西族一同从红大陆迁徙到西屿湾。红大陆？那是哪里啊？天域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下大陆，红大陆则是有别于下大陆的另一片大陆，大部分位于水中，西族便是在这片大陆上诞生与繁衍，直到不幸来临，妖魔毁灭了红大陆，我们失去了美丽的家园。哎，振作，振作！谢谢，只是想起这些往事，一时有点失态。那么我继续吧。离开红大陆后，西族便与玄经一道迁徙到了下大陆。
暂时安顿在了西屿湾。自此，热爱音乐和和平的我们便融入了这个新的世界。当然，我们并没有忘记故土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回到红大陆，重建家园的。祝福你们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那搁浅在西屿湾的海底沉船是怎么回事啊？西族不是人鱼吗？怎么还要坐船啊？我们是水陆两栖的种族，既能在陆地上生活，也能够在水中生存。还能和水中的生物交流，寿命则远长于普通人类。但是天域各大陆间的海洋非常凶险，不仅会遇上恶劣的天气，还有凶猛残忍的海妖会攻击族人。使用船只更为安全，也更容易载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那本期天域大讲堂就到这里结束吧，大家再见。非常感谢新风老师的讲解。哎，等等啊，我才是讲师啊！大家下期见。你在做什么？规矩，要让会长老头高兴。刚才那个笑话可是我独家原创的。他高兴了。你坏了规矩啊！喂，老头，拿了这么多好处，不如这次的红莲夜火弹给个折扣呗。祭司大人，您妹妹失踪一事，协会已经有所耳闻。这件事恐怕不是你们所见那么简单。愿闻其详。不知祭司大人是否听闻到圣魔复苏的传闻？圣魔封印已有1000年之久，现在有传闻圣魔要冲破封印，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，更需要一个契机。海妖倾巢出动，袭击百姓，便是他们的仪式。不仅仅是这些，恐怕您妹妹的失踪也是与之相关。啊！等等，你们说的圣魔究竟是什么呀？父亲，1000年以前，圣魔祸乱世间，西屿湾风浪大作，海妖肆虐。我西族大祭司西岐与玄水祭司嬴决定将圣魔封印，为此，朝氏一族倾全族之力相助大祭司。最终，我族还是战胜了圣魔。战胜？我族大祭司和朝氏一族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。这是一曲勇士吟唱的英雄赞歌。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？父亲，1000年之前的牺牲是我族的切肤之痛，但如今海妖肆虐，圣魔复苏的谣言四散，带着潮湿歌声的罗霄凭空出现，事事都指向沉船封印。我身为世子，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
也许你说的对，英烈的意志需要有人继承。守卫英烈，保护西族，在所不惜。父亲，请让我为了西族进入沉船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去吧。二位请看，据我们所知，近些年来此处魔气积聚，应该能探寻到你们想要的答案。这是封印沉船的所在。不错，古书记载，这正是当年的封印之地。这个沉船，我去定了。事到如今，即便是得罪西族，也必须一闯。告辞。小子，看在你保护了协会的商船，这颗子弹就当是送给你了。谢了。沉船乃我族圣地，虽然封印1000年，但当中的怨气依然存在。西风，你不可惊动英烈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我不会退缩。我要勇往直前，去探寻西族的精神。这里就是地图上的位置。嘿，姑娘。看来没有西族法印，我们还是无法进入。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。哼，不要紧，我开一枪把这儿炸开。
耶！蛋蛋，你不愧是我的小伙伴，我就知道咱们攻无不胜，无所不能。深海之力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解开封印就好了，你的问题好多呀。通光，等着姐姐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域大讲堂，我是你们的讲师小洛。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第1节课提到的神力吗？看看这集，蛋蛋就运用了海神之力，打开了沉船封印。哇，厉害厉害！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哎呀！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集登场的冒险家协会。还记得我们上节课时讲到的下大陆吗？天域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片大陆上，在这片大陆上存在着一个冒险者组织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。而协会成员们则松散地分散在下大陆的各个角落。冒险家协会的成员来自大陆各地，很多人也从事着其他工作。他们并不服从统一的命令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接受协会委派的任务，完成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，比如杀怪、寻宝、挖矿、采集等，并从中得到相应的报酬。比如我，既是斩魔除妖的驱魔师，也是冒险家协会的一名资深会员。除了完成协会委派的任务，冒险家们还常常在协会聚会，聊聊这片大陆上发生的故事，交换最新的消息。正因为聚集着五湖四海喜欢探索发现的冒险家，冒险家协会是下大陆消息最灵通的组织。你可以在这里打听到你想知道的任何事情。嘿嘿，只要你能让会长老头高兴，他什么都会告诉你。臭小子，别跑！别以为我没看到你贴了什么。那么今天的大讲堂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记住，想打探消息就去冒险家协会吧。同学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你给我站住！直落云池旋进，乘风而归。当海潮之歌融进海水，当甲板上一滴倒流着苏灰，当海螺被打碎，自由被赎回。拔剑相对，嗜血如飞，暗流涌回，说是或属非。金墨仙迹，青木睽睽，生来纯粹，死亦是无悔。前路茫茫，无处可退，忽有黄河为屠者颜回。不过所谓，不入沉水，功成赎罪。